昨晚，整个美股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震荡，高通单日暴跌11%，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幅下跌超过4%，纳斯达克指数快速下跌近200点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慌张起来，拿着英伟达的人在犹豫是不是要割肉，之前没上车的人在庆幸自己躲开了这一劫，还有人已经开始清仓所有科技股，准备逃跑。但我今天要跟你说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，这不是 AI 泡沫破裂的开始，而是 AI 真正开始赚钱的转折点。看完这个视频，这次美股下跌的真实原因你就会全弄明白。高通崩盘和 AI 根本没什么关联，你也会知道高盛最新发布的这份重磅报告里，那个被所有人忽视的核心逻辑，你会懂得 AI 代理时代到来会怎样完全改变 AI 行业的盈利模式。最后，高盛给出的3条明确的投资主线，我还会完完全全的告诉你，帮你在别人恐慌的时候找到真正值得布局的机会。要是你错过了现在的内容，你很有可能在最低点卖掉你手里最好的筹码，从而错过未来10年最大的财富浪潮。现在你可以先在评论区留个言，你觉得这次 AI 股的下跌是短期的技术性调整，还是长期趋势的完全反转？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看，后面讲到关键地方的时候，大家最关心的好几个问题我也会回应。很多人一看到半导体股票大跌，第一时间就觉得 AI 完了，这是散户很容易犯的错，也是挺严重的错。你不要把个股出问题当成整个行业完了。那我们先说说高通为什么跌这么厉害，很多人根本都没去看高通的财报，就跟着乱掺和。高通这次业绩没达到预期，核心原因就一个，苹果大幅减少了基带芯片的订单。苹果正在加快研发自己的基带芯片，预计明年就会全部换成自己的产品，这是高通自己的事，是它和苹果之间的商业博弈，跟 AI 行业发展没什么关系。这就好像你开了一家餐厅，其中一个最大的客户突然说以后不来吃饭了，那你的生意肯定会变差，但你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觉得整个餐饮行业都没前途了，不是吗？同样的道理，高通碰到的问题是他自己客户结构的问题，不是 AI 的问题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了，每次市场一下跌，就有很多人出来说泡沫破了什么的。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是这样，2010年移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但最后你会发现，那些在恐慌中离开的人都错过了真正大的机会。别看见费半跌了就赶紧卖股票，你要做的是冷静地把它拆分分析一下，这次下跌是全市场恐慌抛售导致的，还是个别公司基本面出问题了？要是后者的话，那这不但是没有风险，反而是你买便宜筹码挺好的机会。要是说到这里，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，那么就顺便点个赞吧。这就意味着你没有被市场的情绪影响，已经开始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这次下跌。之前所有人都在说 AI 是烧钱的生意，这个说法在半年前是对的，但现在这个逻辑已经彻底反转了。为什么之前 AI 越用越亏？因为那时候大模型刚出来，训练成本极高，推理成本也高得吓人。你每调用一次 GPT，OpenAI 就要花掉好几美分，而那时候大部分公司都在免费给用户用，或者只收很低的费用，所以用户越多，公司亏得越多。这就是市场对 AI 最大的质疑。一个永远赚不到钱的行业，凭什么支撑这么高的估值？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就在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泡沫的时候，有2个关键的指标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，而这2个指标的变化将彻底打开 AI 行业的利润空间。第一个指标是 token 的价格，过去1年大模型的 API 价格已经下降了90%以上。OpenAI 最近几次降价已经把 GPT-4o 的价格降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水平，而且随着竞争的加剧 ，token 的价格已经基本企稳了，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断崖式的下跌。第2个指标是算力成本，根据高盛的测算，算力成本每年都会以60%的速度下降。也就是说，同样的计算量，明年你只需要花40%的钱，后年只需要花16%，3年之后成本就只有现在的不到7%。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，这就像你开了一家咖啡店，之前咖啡豆的价格特别贵，你卖一杯咖啡还要亏1块钱，所以客人越多，你亏得越多。但现在咖啡豆的价格每年下降60%。而你卖咖啡的价格保持不变，你说你的利润空间会变成什么样？当 token 的价格企稳，而算力成本持续下降的时候， AI 的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，而收入会越来越高。当收入超过成本的那一刻，就是 AI 从烧钱走向盈利的拐点。而这个拐点
就在今年下半年。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了，这个时代就是 AI 代理时代。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AI 代理是什么，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现在买一张从纽约到伦敦的国际机票，要打开好几个 App， 对比不同航空公司的价格，选择合适的时间，填写乘客信息，选择座位，付款，然后还要记得值机，提醒自己出发时间，整个过程下来至少要10几分钟，甚至半个小时。但如果有一个 AI 代理，你只需要告诉他一句话，我下个月15号要从纽约去伦敦，预算不超过800美元，尽量选直飞的经济舱，不要凌晨起飞或者深夜到达的航班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。这个 AI 代理会自动搜遍所有的机票平台，找到符合你要求的最便宜的机票，自动帮你下单，自动值机，然后在出发前1天提醒你收拾行李，出发前2个小时提醒你去机场。这就是消费级的 AI 代理，它不是一个你需要主动打开的 APP， 而是一个能帮你自动完成任务的私人助理。消费级的 AI 代理还可以分成2种，一种是按需型的，就是你需要的时候叫它，它帮你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，比如买机票、订酒店、点外卖。另一种是常驻型的，它会一直运行在你的电脑或者手机上，帮你处理各种日常事务。比如常驻型的 AI 代理可以帮你过滤垃圾邮件，把重要的邮件整理出来，不重要的直接删掉。它可以帮你整理你的日程，提醒你重要的会议，甚至还会帮你准备会议需要的资料。它可以帮你回复一些不重要的消息，比如别人问你明天几点见面，它会自动查看你的日程，然后回复对方合适的时间。你想想，这会节省你多少时间？我们每天花在这些琐碎事务上的时间，至少有1-2个小时。如果这些事情都能交给 AI 代理去做，你就可以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但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消费级的 AI 代理，而是企业级的 AI 代理。我给你看一组数据，现在一个初级软件工程师的时薪大概是80美元，而用 AI 代理来完成同样的编程工作，成本只有6美元。也就是说 AI 代理的成本只有人工的不到1/10，而且 AI 代理不会累，不会请假，不会抱怨，一天24小时都可以工作。一个 AI 代理一天可以完成一个普通程序员1周的工作量，你想想，哪个老板会拒绝这样的选择？这还只是编程领域，在客服、财务、人力资源、市场营销等几乎所有的行业， AI 代理都可以替代大量的人工工作。比如客服行业，现在大部分的客服问题都是重复的，完全可以交给 AI 代理来处理，只有那些非常复杂的问题才需要人工介入。高盛的报告里说，未来5年 AI 代理将替代全球25%的白领工作。这个数字可能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它正在变成现实。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司开始大规模部署 AI 代理了，而且这个过程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得多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逻辑的时候，真的被震撼到了。之前我们讨论 AI， 总是在说它能生成文本，能生成图片，能生成视频，但这些都只是 AI 的初级形态。AI 真正的威力不在于生成内容，而在于自动执行任务。当 AI 从一个生成工具变成一个行动代理的时候，它的价值会呈指数级增长，因为它不再只是帮你提高效率，而是直接帮你创造收入，降低成本。这才是 AI 真正的商业价值所在。这也是为什么高盛说现在不是 AI 泡沫破裂的时候，而是 AI 真正开始赚钱的时候。之前的 AI 行情是炒预期、炒概念，而接下来的 AI 行情将是炒业绩、炒盈利。那些真正能把 AI 代理落地，真正能从 AI 身上赚到钱的公司，将会迎来新一轮的上涨。而那些只会讲故事、没有实际业务的公司，将会被市场彻底淘汰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这次 AI 股的下跌根本不是什么泡沫破裂，这是市场在进行一次大洗牌，它在把那些投机者洗出去，把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司留下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投资？高盛在这份报告里给出了3条非常明确的投资主线，我一条一条给你讲清楚。第一条主线是半导体行业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卖产人。不管最后哪家 AI 公司能跑出来，不管哪家的 AI 代理最受欢迎，他们都需要用芯片，所以半导体行业是 AI 革命中最确定的受益者。高盛重点提到了3家公司：博通、英伟达和 AMD。很多人可能对博通不太熟悉，
但它其实是 AI 芯片领域非常重要的玩家。博通的网络芯片是数据中心的核心部件，不管你用谁的 GPU， 都需要用博通的芯片来把这些 GPU 连接起来，组成一个强大的计算集群。所以说，博通是真正的卖产人，不管最后谁赢了，博通都能赚到钱。然后是英伟达。关于英伟达的争论从来没有停过，很多人说英伟达的估值太高了，说 AMD 会超过它，说英特尔会赶上它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根本不是它的芯片，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是 CUDA 生态系统。现在全世界90%以上的 AI 开发者都在用 CUDA， 所有的大模型，所有的 AI 框架都是基于 CUDA 开发的。这就像所有人都在用 Windows 系统，你突然推出一个性能更好的操作系统，但没有人会用，因为所有的软件都不兼容。这就是英伟达的优势，它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生态壁垒。别人可以做出和英伟达性能一样的芯片，但做不出和 CUDA 一样的生态。这个壁垒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打破的。说到英伟达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。前段时间，川普专门打电话给黄仁勋，请他上空军1号一起吃饭。你想想，一个国家的前总统，未来很有可能再次当选的总统，专门抽出时间来请一个科技公司的 CEO 吃饭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 AI 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科技趋势了，它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。哪个国家能在 AI 领域领先，哪个国家就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。最后是 AMD 的 M00系列芯片性能非常不错，而且价格比英伟达便宜。它已经拿到了很多云厂商的订单。虽然 AMD 的生态不如英伟达，但它是目前唯一能和英伟达竞争的公司，所以它也会分到很大一块蛋糕。第二条主线是网络与云计算行业，光有芯片还不够 ，AI 要运行还需要强大的网络和云计算基础设施。这就像你有了最好的发动机，但没有公路，汽车也跑不起来。高盛重点提到了3家公司：亚马逊、Google 和 Meta。亚马逊的 AWS 是全球最大的云服务商，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 AI 应用都跑在 AWS 上。不管你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，要部署 AI 代理，首先就要用 AWS 的云服务。所以亚马逊是 AI 时代的水电公司，不管谁用 AI 都要给亚马逊交钱。Google 在 AI 领域的布局非常深，它有自己的大模型 Gemini， 有自己的 TPU 芯片，还有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。Google 的优势在于它的技术积累，它在 AI 领域研究了10几年，拥有全世界最好的 AI 人才，而且 Google 的云服务也在快速增长，未来很有可能会超过亚马逊。Meta 可能是最被低估的一家公司，之前很多人都不看好 Meta， 说它把钱都浪费在元宇宙上了，但现在 Meta 已经成了开源大模型的领导者，它的 Llama 系列模型已经被全世界的开发者广泛使用。未来 AI 行业会形成2个生态，一个是闭源生态，以 OpenAI 和微软为代表；另一个是开源生态，以 Meta 为核心。而开源生态的市场规模可能会比闭源生态还要大。第3条主线是软件与 IT 服务行业，这是 AI 代理落地的关键。有了芯片，有了云服务，还需要有软件把这些技术整合起来，变成真正能用的产品。高盛重点提到了3家公司：微软、Cloudflare 和埃森哲。微软就不用多说了，它是 OpenAI 的最大股东，已经把 GPT 集成到了 Office 全家桶里面。现在 Microsoft 的365 Copilot 已经开始收费了，每个用户每个月$30，这是第一个真正实现大规模盈利的 AI 应用。微软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企业用户，它可以把 AI 代理卖给每一个使用 Office 的公司，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市场。Cloudflare 是做边缘计算的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未来大部分的 AI 推理都会在边缘端进行，而不是在云端，因为边缘端的延迟更低，成本也更低。比如你的手机上的 AI 代理，不需要把所有的数据都传到云端去处理，直接在手机上就能完成。Cloudflare 在全球有超过300个数据中心，它的边缘计算网络是全世界最好的，所以它会成为 AI 代理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。最后是埃森哲，埃森哲是全球最大的 IT 咨询公司，很多传统企业不知道怎么用 AI， 不知道怎么部署 AI 代理，埃森哲就会帮他们做方案，帮他们实施，帮他们培训员工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，未来10年，几乎所有的传统企业都会进行 AI 转型，而埃森哲这样的公司会成为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。当然，
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可以随便买这些公司的股票，投资永远都有风险。现在市场上还有3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，你必须要知道。第一个风险是通胀。昨天的 CPI 数据再次超出了市场的预期，这意味着美联储降息的时间会进一步推迟。之前市场预期6月份会降息，现在已经推迟到了9月份，甚至有人说今年可能都不会降息了。利率维持在高位，对成长股的压力是非常大的。第二个风险是地缘政治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都懂。地缘政治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全球股市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尤其是科技行业，供应链非常全球化，很容易受到地缘政治的冲击。第3个风险是财报季，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所有的科技公司都会发布第2季度和第3季度的财报，到时候谁在裸泳，谁真的在 AI 上赚到了钱，一目了然。如果有一些龙头公司的业绩不及预期，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下跌，所以我建议你不要一次性满仓，你可以分批建仓，越跌越买，这样既能抓住机会，又能控制风险。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，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经历泡沫期。1995年到2000年，互联网泡沫的时候，无数公司股价暴涨，然后又暴跌，99%的互联网公司都倒闭了，但最后活下来的亚马逊、谷歌、腾讯都成了万亿级别的巨头。那些在泡沫破裂的时候敢于买入的人，都获得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回报。AI 革命也一样，现在我们正处于 AI 革命的早期阶段，之前的上涨是第一波，是炒预期的阶段，现在的下跌是泡沫的破裂，是市场的洗牌，而接下来将会是第2波，是真正的业绩驱动的上涨。很多人说我等市场稳定了再买，但你要知道，当市场真正稳定的时候，最好的机会已经过去了。真正的大机会永远都出现在别人恐慌的时候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很害怕，我也害怕。投资就是这样，永远都在和恐惧做斗争。但你要记住，市场短期是投票机，长期是称重机。短期的涨跌是由情绪决定的，但长期的走势是由价值决定的。AI 不会消失， RA 代理时代一定会到来，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司一定会涨回来。现在的下跌只是给了你一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入他们的机会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后面我会继续解读高盛、摩根士丹利这些顶级机构的最新报告，帮你在混乱的市场中找到正确的方向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存在风险，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判断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建议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